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高志倩高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国际象棋课堂。这一节我们来学习吃过路兵，我可以过去吗？还是先来看一下上一期的小题目。白方走什么能一步将杀黑王？说实话，有点难。答案是短一位，耶！大家都答对了吗？奖励自己一个棒棒糖。yummy！在我们拥有了满满的幸福感之下，开始我们这一节的前行。这一节我们要学的是吃过路兵，英文是 en passant。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英文啊，其实呢，它来自于法语。一说到小兵，我们就会想起来啊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这一回他又要给我们变什么戏法呢？我们先来看图。现在轮到黑方走棋，黑方把这个兵向前走了2格，这个时候白方的兵可以斜到黑兵的后面，把黑方这个兵吃掉。当当当当，黑兵没有了。再看一下啊，这一回呢，我来画线解释。当黑方的兵从原始的位置出发，走了2格，恰好他旁边有一个白方的兵和他站在了同一排。注意哦，是同一排，这个白兵就可以把黑兵吃掉。这种吃兵就叫做吃过路兵。它的结果实际上呢，和黑方的小兵走了1格的结果是一样的啊。你看黑方走1格，我们是可以这样子正常吃掉的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黑方，他如果走这个兵，一样的，白方可以拐到他的后面，把它吃掉。当然啊，这个吃过路兵呢也是有规则的。首先一定是兵吃兵，跟其他的子儿没有关系。而且呢，如果你要想吃过路兵，你就需要立刻吃掉它。如果你选择说，哎，我现在不吃，我走一步别的棋，过后你再来想吃，对不起，不行了啊。我们来看，比如说刚才啊，黑方走了一步 C5，你呢没吃，你走了一步王，黑方也走了一步王。这个时候你突然想，哎呀，我要想吃过路兵，不行了。但是呢，你还可以等待黑方的这个兵走出来。这个兵如果也走了2格，你可以立刻吃掉它。我们再练习一下黑兵吃白方的兵。白方走了 A4，这个时候黑方可以这样子把白方的兵吃掉。这个时候白方再走了 F4，黑兵喵喵喵，把白方的兵吃了。这回记住了吧？好，我们归回来啊。这时候呢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黑方现在走 F5，白方可以这样子吃掉它吗？答案是不行，这隔得太远了。过路兵呢，只能吃旁边这一条线啊，左边一条线，右边一条线上的兵。再问啊，白方现在走了一步 H4，黑方现在能吃过路兵吗？不行，因为刚才白方的这个兵只走了1格，吃过路兵是要吃走出2格的兵。再来一个问题啊，黑方现在把马跳到了E5，白方的兵可以这样子吃掉它吗？答案是不能吃，吃过路兵仅限于吃兵，可没有吃过路马这一说啊。你要是吃了，那你可别说是高老师教的啊！哎呀，我的名声，我的名声啊！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，哎，
你这吃咕噜冰哈，一会儿吃，一会儿又不吃的，到底什么时候吃比较好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们还是拿这个我们最初的这个局面来解释。比如说黑方刚刚走了E5，你如果选择吃咕噜冰呢，比如说我们这么吃掉它，那你看黑方接下来可以也把你的兵吃掉，那等于什么？这是交换，而白方呢并没有占到优势，这个时候就不是吃咕噜冰的好时机。而如果刚刚黑方第一步走的是 C5 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吃咕噜冰，黑方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兵吃回来的，而且白方的兵离底线又近了一步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吃。那吃咕噜冰和王车易位呢，都可以说是国际象棋的难点。那最后啊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吃咕噜冰的重点。首先，只发生在兵跟兵之间。第二，只能吃旁边这一条线上的兵。第三，是吃刚刚走出两格的兵。第四，如果决定吃咕噜冰，必须在接下来这一步就立刻吃。最后呢，还是要留个问题。现在轮到拿黑棋的小朋友走棋，只见这位小朋友走了一步 B5，他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并且欢呼着：“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把白方的王给将杀了！”可是执白棋的小朋友马上反驳说：“没有，真正赢棋的是我。”你们能说出来为什么执白的小朋友说真正的赢棋是他吗？这次就先讲到这里，答案下回揭晓。